满面春光、心潮澎湃的霍华德，在众人的注目礼下，端坐在了会议室的主位之上。随后，他看着身边一层层至少200-300人，微笑着说道：“诸位，请坐吧。”众人这才陆续坐了下来。霍华德笑看着众人，开口道：“家中的会议室还是第一次来这么多人，我看很多人都没有一个正式的座位，本来是该召集大家到集团开会的，这样大家也能舒服一些。不过最近几天我一直没去集团，所以也只能把大家约过来，实在是有些怠慢，让大家受委屈了，还请大家不要见怪。”“不会不会。”一帮庞氏家族的人连忙摆手，一个个都是满脸谦卑，丝毫不敢表露出任何其他神色，哪怕是半分倦意也不敢流于表面。他们也没想到，一向对他们十分冷淡的霍华德，竟忽然变得这么谦逊，甚至还带着几分慈爱。霍华德此时笑呵呵地说道：“今天把大家都叫过来，是有几件事要宣布。第一件事，就是未来罗斯柴尔德家族决定释放更多的机会、更多的利益给所有对罗斯柴尔德家族忠心耿耿的庞氏家族，未来大家的收入一定会有很大提升。”众人一听这话，顿时激动起来，一个个忍不住欢呼鼓掌。谁也没想到，老爷子竟然会这么给力，一开口就直接要提升他们的收入。霍华德见众人如此激动兴奋，面带微笑地伸出手来，示意大家安静，随后才道：“诸位虽然是罗斯柴尔德的庞氏家族，但都与罗斯柴尔德家族有着密不可分的亲情与血缘关系，让你们多赚些钱，也是我作为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族长不可推卸的职责与义务。”一瞬间，雷鸣般的掌声再起。霍华德再次示意大家停下掌声，继续说道：“以后我会在罗斯柴尔德家族成立一个宗亲联络办公室，由我的大儿子史蒂夫来担任这个办公室的负责人。将来诸位庞氏家族成员有任何需要罗斯柴尔德家族帮忙的，或者对合作的项目有什么意见和想法，都可以到这个宗亲联络办公室来当面沟通。”一众庞氏家族成员听到这里，顿时如炸雷一般沸腾。宗亲联络办公室这个词，对这些人来说，绝对是第一次听说。不过，从这个名字也能听得出来，这个办公室就是为了增进宗亲之间感情的。以前，他们基本上没什么机会与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核心成员面对面。如果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核心成员是一个房地产开发公司的话，绝大部分庞氏家族只是边边角角的小分包商，有的家族可能负责给整个工地供盒饭快餐，有的家族可能负责在工地清运建筑垃圾，有的家族则负责给所有房间刮腻子。但凡是建筑机械、商铜钢筋这些大一些的业务，都不会交给他们来做。所以这些庞氏家族在主家眼里的地位其实很低，甚至还不如家奴。霍华德现在忽然对他们这么重视，一下子就让他们有了一种强烈的归属感，让他们对罗斯柴尔德家族充满了臣子对君主的感激之情。若是放在以往，霍华德真心瞧不上这些亲戚，而且他的宗旨一直都是严格限制这些亲戚的发展，以免他们以下犯上，或者与自己的某个儿子结合起来与自己对着干。但这一次，他看问题的角度与之前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他想明白一件事，自己现在真正要关心的，已经不再是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未来，而是自己的未来。随着自己年纪越来越大，又不愿意把家主之位传给儿子，就难免会激起儿子的不满。将来说不定哪个儿子就会想着推翻亦或者架空自己。所以自己现在先向这些庞氏家族示好，通过出让一部分利益，换取他们对自己的绝对支持，未来也就更加安全。随即，他在众人的掌声中站起身来，意气风发地说道：“从今天起，你们记住，只要你们坚定不移地和罗斯柴尔德家族站在一起，那罗斯柴尔德家族就绝对不会让你们吃亏，更不会让你们受欺辱，因为我们是一家人。”如热浪般的掌声几乎将会议室掀翻。这一次，霍华德没有再打断众人的掌声，而是面带微笑，云淡风轻地看着，
看着众人兴奋不已且自发鼓掌不停的状态，让他心中十分满足。掌声惊人地持续了5分钟。5分钟后，随着众人掌声逐渐降低，一位女人的哭诉声忽然传了出来：“罗斯柴尔德先生，尊敬的族长阁下，您要为我做主啊！”霍华德循声望去，人群中一个60岁上下的妇人，在一众兴奋难耐的人里，哭成了泪人。一心想要拉拢旁系家族的霍华德顿时来了兴致，他连忙起身，指着那位妇人，无比关切地说道：“你有什么事情需要我做主？你放心，有我在，什么事都不在话下。”众人见此，也都停止了鼓掌和欢呼声，眼神在霍华德与妇人之间来回切换。那妇人哭着说道：“我的丈夫和我的儿子已经失踪很长时间了，我花了很多钱，请了很多人，找了很多地方，都没能找到他们，现在都不知道他们到底是生是死，求您帮我找到他们，求求您了。”霍华德表情肃穆地点了点头，问他：“你先不要着急，既然是人命关天的事情，罗斯柴尔德家族绝对不会袖手旁观。告诉我，你是哪个家族的？”妇人连忙说道：“族长阁下，我是霍格维茨家族的，名叫珍妮·霍格维茨，我的丈夫是您堂妹茱莉亚的儿子，不知道您还记不记得我？”茱莉亚，霍华德皱眉想了想，好像确实有这么一个堂妹，不过这个堂妹的父亲在自己父亲继承家族之后，就已经变成旁系家族了，而她嫁人之后，就变成了旁系家族里最卑微的外姓旁系家族。他的儿子自己就更不会有什么印象了。虽然亲戚关系远了一些，但霍华德还是觉得这是一个让所有旁系家族相信自己的好机会，于是便开口道：“原来是茱莉亚的儿媳，珍妮，你跟我详细说一说，你的丈夫和儿子究竟是怎么失踪的？”珍妮·霍格维茨哭着说道：“族长阁下，我的儿子沃尔特·霍格维茨去年被派往华夏，负责霍格维茨家族在华夏的业务，但是他去了华夏没多久，便在金陵失踪了。我丈夫史蒂夫·霍格维茨去金陵找他，也失踪了。沃尔特·霍格维茨便是很早之前向帝豪集团负责人王冬雪父亲下毒，导致其肾衰，又试图用肾源胁迫王冬雪当他情人，并且出卖帝豪集团商业机密的人渣。现在的沃尔特·霍格维茨以及他的父亲史蒂夫·霍格维茨正在洪武的养狗场里关着。”霍华德长8个脑袋也想不出这事会跟自己眼下的金主有关。他一听说人失踪了没找到，便立刻一脸严肃地说道：“岂有此理！无论什么人敢对我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亲戚下手，都是自寻死路。珍妮，你放心，这件事情我一定会为你做主。”